15歲的小姨妹每次喝完姐夫做的免費的雞蛋湯，回到家之後準得拉肚子。可這位初中生小姑娘還就愛喝這一口，只要是時間允許，她就會跑到姐姐和姐夫新開的小飯店裡去，喝上這麼一大碗免費的雞蛋湯。趙麗友和魏月娥夫妻倆新開飯店不久，趙麗友為了招攬顧客，留住回頭客，每天都會做上一鍋雞蛋湯，放在保溫桶裡，提供給食客們免費的喝。姐姐魏月娥覺得納悶，為什麼妹妹每一次喝完雞蛋湯之後必定會拉肚子呢？難道我老公做的這份雞蛋湯有什麼問題不成？但是並沒有聽說哪一位顧客喝完雞蛋湯之後拉肚子呀。魏有娥眼睛瞅着趙麗友，老公，金娥每次喝完雞蛋湯都會拉肚子，會不會是蛋湯有什麼問題啊？你要不要注意一下？趙麗友把嘴一撇，月娥，我親手做的湯能有什麼問題？問題是你妹妹太小，脾胃功能還弱呢，享受不了一大碗雞蛋湯。魏月娥這麼一聽，覺得丈夫說的也有道理。不過又過了幾天，魏月娥還是有些懷疑，於是她來了個突然襲擊，在趙麗友做雞蛋湯的檔口，她猛然闖入了廚房，眼前的景象簡直不可思議。魏月娥大吃一驚，緊接着是火冒三丈，差點被氣個跟頭。趙麗友正在往鍋裡放調料，除了幾樣違規添加劑之外，趙麗友手裡還拿着一桶洗滌靈，正在往鍋裡倒呢。據說這東西能夠讓食物吃起來無比順滑。魏月娥強壓住心頭的怒火，趙麗友，你趕快把這鍋湯給我倒了，以後絕不允許再這麼幹。趙麗友咧着嘴搖着頭，我說老婆，你懂不懂經營？這叫用最低的成本吸引更多的顧客，要不然咱連房租都掙不出來，還怎麼賺錢？魏月娥又好說歹勸了老半天，趙麗友堅決不肯倒掉鍋裡的雞蛋湯。魏月娥氣得把門一摔，哐當一聲，這飯店不幹了，離婚。說完，她回家收拾東西，魏月娥要搬回娘家去住。趙麗友急急慌慌追回家裡，跪在地上求老婆，月娥，我也是为了多掙點錢嘛，還不是為了咱這個家，為了讓你過上好日子啊。得，我聽你的，以後不那麼幹了，規規矩矩做飯菜，還不行嗎？魏月娥根本不信，她提着行李箱推門出屋，就是一愣，媽，你怎麼來了？門口堵着一個很胖的女人，誰呀？婆婆嚴大鳳。趙麗友進門之前就已經在路上打了2個電話，一個打給自己的母親，另一個打給了丈母娘。婆婆嚴大鳳就住在本小區，接到兒子的求助電話，扔下手裡的家務活，她連跑帶顛就趕了過來，用肥胖的身軀堵住了門口。魏月娥被氣哭了，她再怎麼生氣也不好意思說是硬把婆婆撞個跟頭，然後跑出這個家。僵持了一會兒之後，岳母李秀珍老太太也趕到了，一胖一瘦2位老人把魏月娥連推帶拉弄回了屋內。說明白原因之後，婆婆嚴大鳳痛罵了兒子趙麗友。岳母李秀珍好言勸慰女兒，月娥，麗友又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，她也是為了過好日子嘛，不過手段不可取。說着話，她扭臉一看女婿，麗友，你保證能改嗎？趙麗友點頭如搗蒜，能改，能改，我堅決的改。李秀珍又回過頭，月娥，你就原諒她這一次吧。就這樣，魏月娥繼續陪着丈夫趙麗友經營小飯店。一開始，趙麗友果然說到做到，
把那些不合規的添加劑全都扔了，洗滌靈呢也不放了。過了些日子，食客明顯減少，收入大不如前。趙麗友暗地裡是咧嘴嘆息：“哎，這怎麼能行？再這樣下去，甭說發財了，恐怕我苦心經營的這個生意準得倒閉。怎麼辦呢？”趙麗友偷偷的、更為隱秘，重新又開始往鍋裡放那些個添加劑，生意果然有所回升。可這事兒哪能再瞞過妻子魏月娥呀？她一直盯着丈夫趙麗友呢。再一次突然襲擊，把趙麗友抓了個現行。魏月娥堅決要離婚，這次說什麼她也不原諒趙麗友了。趙麗友倒是有辦法：“老婆，我發誓，保證不再惹你生气。這飯店我不開了，改成燒烤店，這下你放心了吧？”魏月娥又一次心軟了，同意趙麗友的說法，把家常菜馆改成了燒烤店。按說這燒烤店準沒問題了，因為用不着放那些個添加劑了呀。一開始燒烤生意很火爆，可惜過了沒多久，趙麗友出了更大的問題。她的肉串被查了，檢驗檢疫部門查出來，她這肉串用的肉啊，問題十分嚴重，給他的燒烤店貼了封條，責令停業整頓。這一回，魏月娥是再也不給趙麗友機會了，誰勸也白費，一紙訴狀，起訴離婚，一刀兩斷了。離婚之後，魏月娥感覺到從未有過的輕鬆，她開心極了，打算出門旅遊，好好散散心。正做旅遊攻略呢，覺得身體不大對勁兒，到醫院一檢查，媽呀，懷孕了！母親勸說女兒：“月娥，我看為了孩子，你還是跟麗友復婚吧。他不就是做生意喜歡投機取巧嗎？又不是對你不好，你說呢？”這是人品問題，是道德問題，比什麼都嚴重。李老太太見勸說不了女兒，偷偷把魏月娥懷孕的消息告訴了親家母嚴大鳳。嚴大鳳聞聽，心中大喜，跟頭把式的就找到了前兒媳魏月娥，簡直把好話都說盡了，請求魏月娥和他兒子復婚。魏月娥緊閉雙唇，只是搖頭。怎麼辦呢？嚴大鳳跑回家，揪着兒子的耳朵，把趙麗友趕出家門去，把你媳婦接回來復婚。我要抱孫子當奶奶，接不回来月娥啊，你也別回来了。趙麗友乖乖前往，魏月娥閉門不見。趙麗友站在門口：“月娥，你就聽我一句吧，這次你放100個心，那燒烤店我也不幹了。我正在籌備一個大生意，跟好哥們合夥開一個食品廠。”魏月娥一聽，本來她都有點活動心眼了，或許可以考慮復婚。可現在趙麗友說又要開食品廠，還是做吃的東西，她這才在屋裡開口：“趙麗友，你就死了復婚這條心吧。孩子生下來我自己養，你呢，最好是好自為之。要是再不守規矩，我第一個舉報你。”趙麗友大失所望，一肚子委屈，憤憤然回家去了。魏月娥懷胎8個月，早產生下了一個男嬰，其他方面都挺好，就是沒有肛門，只活了3天，這孩子就死去了。魏月娥傷心了一段時間，慢慢的心情才好轉起來。後來魏月娥幾次舉報趙麗友經營的食品廠，最終這個食品廠的執照被吊銷了。趙麗友5年之內不允許涉足食品相關的工作。